一天跑了10個中國銀行，所有的話都不能取錢，這個就是國企單位對老百姓當中幹的一些這種沒良心的一些事情，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處理。老人在醫院躺着等救命錢，兒子揣着老人的身份證、戶口本、銀行卡去取錢，但銀行櫃員卻堅持必須本人到場才能辦理。來，這個醫院大家關注一下啊！我們要取錢，我老父親是在病危狀態，取錢非常困難。他們這樣手續那樣手續，我把我們的老頭子的身份證都帶過來了，你們大家關注好啊！戶口本都帶過來，非要證明。現在救命的錢他們取不出來啊！這什麼銀行？大家關注，看看他們嘴臉，看看。現在都就是等着這個錢救命，他們要这樣手續那樣手續。啊！你們大家關注一下，看看這個銀行什麼嘴臉，對老百姓什麼嘴臉啊！截止2025年12月8日，中國去年因合併、撤銷或解散而退出市場的銀行數量已達377家，有超過9000家銀行網點關停，其中農商行裁撤的分支機構最多，達5400家，國有大行關閉962家。這是中車的，株洲天信支行的農業銀行。秉着要錢救命，在醫院裡躺着。現在呢，他的女兒女婿拿着身份證立馬過來取錢，不同意不肯，然後呢就要本人過來，一定強行要讓本人過來，打投訴電話打了很多個投訴電話都沒用，又要本人過來。現在本人過來了，抬着過來呢，然後就一直在這裡搞了2個多小時都沒有搞出來，都沒有把那個錢取出來，現在人已經沒了，這位女士打算提取30萬元現金，結果銀行櫃員連連追問她資金用途是什麼，她忍不住抱怨：“我取的是我自己的錢，你們怎麼問個沒完？這也管得太寬了吧？”銀行有銀行的流程，麻煩您按流程來。哎，我跟你講啊，我表哥上個月存了200萬，吃個飯的功夫讓人轉走了190萬。一開始收到2條扣款短信，對吧？發現不對勁，馬上就給你們銀行打電話了，要求凍結賬戶。你們怎麼做的？不緊不慢的要求他提供詳細信息，證明他本人在操作，身份證、手機號、家庭住址，所有的信息核實完了之後，哎，剛好騙子錢轉得1分不剩。女士，這確實不好處理，所以我們才要防範於未然，加大力度。不是你加大力度，你內部加大呀，你別為難我們呀。你就說網上吧，人家在 ICU 等着搶救，家屬拿身份證來取錢都不行，還要叫本人到場。你說你們銀行幹這事兒啊？你好，我想把卡裡的錢取一下。好的，先生，請問這是您自己的卡嗎？不是，這我爺爺的卡，我就代替他來取一下。你爺爺的卡呀？那肯定不能取啊，這肯定要本人過來取的，先生。没關係，我有戶口本啊，因為我爺爺現在年紀大了，住院，然後我替他取一下啊。你們之前說要發的材料我都帶過來了，你可以查一下。不行啊，真取不了，必須要本人拿着身份證過來取才可以。可是他現在生病住院了，沒辦法下床啊。男子解釋說，他是受爺爺委託來取錢的，委託書也帶來了，但銀行櫃員仍堅持說只有本人才能取。男子反問，按規定，如果老人行動不便或正在住院，無法親自到場，是可以由親屬代為辦理的吧？遇到特殊情況，儲戶也可以申請你們上門服務。你們不是說按規定辦事嗎？怎麼真正遇到事情就行不通了？他接着質問道，如果我把病人強行從醫院帶到銀行，一旦發生意外，這個責任由誰來承擔？你們能承擔嗎？你好，我取15萬現金。先生，你取錢是什麼用途呢？就是家裡有點私事嘛。那資金具體用途是什麼呀？就是家裡有點私事，需要用現金。具體是什麼事情啊？不是美女，我覺得你按照流程問一下吧，沒有問題。但這屬於我的個人隱私吧，我也不太方便透露。我可以很明確的跟你說啊，我不是被騙了，就是正規用途。哦，是這樣的，先生，我們要求是一定要了解資金用途的。不是，關鍵你們存錢進的時候也沒有問那麼多，是不是？男子無奈地表示，當初我辦好銀行卡後，想進行大額轉賬，你們說不能轉，我只好分成多次小額轉賬。結果你們又說我交易頻繁，把我的卡給限制了，還讓我到櫃檯來處理。我現在都搞不清楚，這錢到底是我的還是你們的。
銀行櫃員回應稱，現在網絡詐騙很多，進行風險管控也是為了保障你們的資金安全。男子聽後表示，你們做風險管控當然沒問題，但如果我們老百姓的錢真的被騙了，你們能把詐騙行為管控住嗎？能把被騙的錢追回來退還給我們嗎？聽到這番話，櫃員一時無言以對。流程就是我早上9點鐘我就過來了，我排到現在11點了，你才給我辦。辦的時候你還問我說是你們流程，這我也能理解。但是吧，你这問話方式，你覺得你這麼問我，你合適嗎？你是在問我，你還是在審查我呀？再說了，你們這個工作效率我都想說說，4個窗口1個人幹，2個人看，3個人圍着轉，那外邊還有那麼多人在排隊呢。是這樣的，你说我跟你解釋一下。你不用解釋了啊，我取我自己的錢，你整的跟我偷別人錢一樣。我是一個實名賬戶，你能查得到的，我都是正常的取款。你這麼審我，你到底是在防騙你還在防我呀？你好，這邊辦理什麼業務？你好，我想取錢。取多少？取30萬。取30萬，你取錢做什麼用？我家裡面有點用途。家裡做什麼用啊？你30萬這麼大筆錢？這麼大筆錢，這也是我自己的錢。我都說了，我家裡面有點用途，這是我的私人用途，不方便透露。那是這樣的啊，因為我們銀行有相關規定的，一天的話，如果沒有預約的情況下，一天只能取5萬的。我取我自己錢還要預約嗎？是的，這是我們銀行的相關規定。有網友在評論區留言：你沒有預約取不出錢還可以理解，我去銀行取4萬元的現金，銀行櫃員先是問我取錢幹什麼，我隨口說借給別人裝修，接下來跌破你的眼鏡，他又問我借給誰，有借條沒有，房子在哪兒，有房產證沒有，借款人能提供房產證嗎？我的天，最後我1分都沒有取出來。裡邊又是我的錢，我問這裡邊的錢是誰的嘛？是你們銀行行長的還是誰的？是你的錢。那為什麼我的錢我不做主搞不了了？来看來源的。你來源我的錢我查，我兒子給我匯的，從上海匯過來的。你有資料的。我再回去匯回去啊，轉回去不行嗎？你可以查，要麼你就叫公安局，叫根据地來根据到我們買飛機票到上海去查。提供資料的不要那麼激動。不是你們這說的人都不是人，講的話人聽了都生氣。你把你們行長叫來，他是哪裡人？不是人嗎？行長不是人嗎？說了什麼？這是我問，這是國家憲法規定的還是誰規定的？我的錢都轉不出去。在評論區有網友留言：現在都是這樣，自己的錢到賬了，自己去轉賬，銀行就限額不讓轉賬，每天只能轉5000。還有網友說，我去買車要轉賬，一次只能轉2萬。我買個車有購買依據，有身份證有卡，就是不讓轉。最後氣得我不得不向朋友借，真氣人。錢存在我們銀行其實是最安全的呀。安全？我倒想問問你，哪一次電信詐騙的錢不是從你們銀行轉出去的？騙子要是敢當我面拿，那就搶劫，跟詐騙壓根不是一回事。那些情況都是客戶自己主動把錢轉出去的呀。對啊，你說的沒錯，你們銀行客戶的信息，騙子都是一清二楚，姓名、手機號、存款金額全都知道，結果錢被轉走了，你們連對方是誰都查不到，你告訴我這叫安全？但您把現金取出來，還是有可能被騙啊。騙子躲在國外，他們想騙我的現金，還得專門飛回來，只要他們敢來，到處都是監控，我至少知道錢是被誰騙走的，警察也能順着線索去抓他。但是錢放在你們銀行，騙子動手指點下鼠標，錢就沒了。這話我說的沒毛病吧？這位女士去銀行取錢也遇到了麻煩，然後工作人員現場又查了一下，問取現金幹嘛？我說給員工發工資，然後工作人員又說發工資他們可以代發，我說不用了，我自己发現金。然後工作人員又是一通介紹，說由他們代發可以降低現金發放的風險。問我有多少人，我說公司有10來個人吧。工作人員聽到這裡兩眼放光，一個勁的跟我說讓我把對公戶轉到他們這裡來代發，節約時間成本，提高效率，希望可以慎重考慮一下。我說真的不用了，可是工作人员還是一個勁的勸我，我有點急了。我說在哪裡開對公戶我自己說了算，預約的時候我已經明確表示自己要取現金。博主表示，工作人员又與他反覆溝通了很長時間，見他態度堅決，最終才為他辦理了取款業務。博主不禁感嘆，如今的銀行似乎已不再單純是服務行業，反而更像是向儲戶推銷各類金融產品的場所。剛剛去銀行取錢，工作人員問我取多少，我說取20萬。他問有預約嗎？我說昨天已經預約了。然後工作人員查了一下，問取錢幹嘛？我說發工資。他說工資現金發放嗎？我心想你事兒真多，我沒搭理他。結果奇葩的事兒來了，說只有10萬了。
我来晚了，要不要？我说昨天不是已经预约了吗？提前预约1天还不行吗？然后说没办法，现在取现金的人多，要不明天再来。真只进不出，自己的钱还取不了。你们在银行还遇到过什么奇葩事儿？最近银行取钱难上了热搜，山东一律师取4万现金被折腾半天，这根本不是单纯取钱难的问题，是大家对银行各种不合理規定忍太久了，完全不考虑客户感受。更離譜的是，银行竟以国家反诈中心要求为由，各种折腾储户，办卡要工作證明，转账要說明什麼關係，取現得報備用途。但商業銀行法明確規定，存款自願，取款自由，現在卻成了取款有罪，公民財產權、隱私權隨便被侵犯，銀行還拿反詐當護身符。此律師表示不接受道歉，道歉解決不了問題。注意，如果你去銀行存30萬，銀行問你錢哪來的，你該怎麼回答呢？先別慌，銀行只是按照反洗錢規定例行詢問，但是這些答案呢，千萬不要說。如果你說工資收入，那3%至45%的個人所得稅你交了嗎？如果你說勞動報酬，那2%的個稅有完稅證明嗎？再如果你說這是我做生意賺的，那5%至35%的經營所得稅你交了沒有？如果你又說這是我房租收入，那房產稅和個稅你都交齊了嗎？對於銀行詢問存款來源，儲戶該如何應對才更穩妥？博主表示，其實可以直接選擇其他這一項，因為勾選這項既不需要額外提供證明材料，也不會觸發後續的審查流程。如果平時確實有大額現金存取的需求，又該怎麼解釋呢？博主給出了幾個合理的說法：1. 家庭多年積蓄；2. 理財到期贖回；3. 親友歸還借款。此外，博主也提醒，現金存取金額一旦超過5萬元，銀行通常都會進行核查，這是正常流程。根據2024年中國金融穩定報告，全國共有357家銀行被列為高風險機構，其中絕大多數集中在農村合作銀行、村鎮銀行等中小型金融機構。在過去幾年裡，中國中小銀行關停、合併、撤銷的消息不斷出現。與大型國有銀行相比，中小銀行通常規模較小，抗風險能力較弱，業務也更集中於地方經濟。一旦當地經濟增長放緩，房地產市場低迷或企業經營困難，中小銀行便更容易受到衝擊。另外一位華南地區銀行科技部門負責人分析，從轉賬、繳費到購買理財、申請貸款，超過80%的日常金融服務都能在線上完成。民眾前往實體網點的頻率大幅下降。而一個普通網點每年在租金、水電、設備維護與人力成本上的支出接近1000萬元人民幣。相比之下，線上業務的成本僅為線下的約1/10。因此，成本壓力也是銀行加速關閉網點的重要推力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